乌军无人机发射导弹击落俄直升机，又以人类战争史里程碑。F-18杀人风亮相，携带9枚空导弹。土耳其开始建造航空母舰。1月6号，乌克兰国防部宣布，乌军利用一架装配了273空导弹的水面无人舰艇，成功击落了一架俄军的米8海豚直升机。这一事件发生在黑海的塔尔汉库特角附近，位于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虽然这个战果尚未独立验证，但已被俄罗斯军事博主证实，而且认为这是无人艇首次成功击落飞行器。这次击落事件发生在2025年1月5号，乌克兰国防部发布了相关视频和声明，确认使用了 Magro V5 型无人艇进行空中打击的事实。这些无人艇由乌克兰情报局第13组操作，搭载了改装后的273空对空导弹。导弹在发射后成功击中了俄军的米8直升机。此外，另一架未披露型号的俄制直升机也在遭受攻击后受损，并成功返回基地。这次使用的273改装为海面发射版本，并命名为海龙，用于对付空中目标。273导弹原本是设计用于空对空作战的，具有出色的高偏轴寻标能力，能够在正负75度的角度内进行发射。通过这一改装，273可以在水面发射，并有效锁定快速移动的空中目标，成为一种强有力的防空武器。乌克兰从2024年5月起就开始了这一改装尝试，初衷是提高无人艇的防空能力，以应对俄方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威胁。这次成功击落米8，验证了这一改装的可行性，同时也使得无人艇具备了新的攻击能力。无人艇的使用一直以来主要集中在对抗俄罗斯的水面舰艇和其他海上目标。然而这次成功击落直升机，标志着无人艇的战术应用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由于273导弹的高效能和灵活性，这使得无人艇不仅可以进行反舰攻击，还能够应对空中威胁，尤其是直升机和低飞飞机。俄军直升机通常配备重机枪和非制导火箭，作战半径和打击范围有限，难以在无人艇的有效射程之外进行有效打击。这次成功应用273导弹，可能会迫使俄罗斯的直升机在与无人艇对抗时远离其有效作战范围。此外，乌克兰此举进一步破坏了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空中优势。俄罗斯的直升机通常用于对抗无人艇，但他们的攻击武器并不具备和273导弹对抗的能力。这次导弹击落事件显示出乌克兰在应对新兴威胁时的创新能力，提供了更多战术选择。这次成功的导弹使用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战术胜利，它有可能对俄方的空中作战和无人艇反制措施产生深远影响。即使273导弹的实际打击概率在远距离时并不高，它依然能够迫使俄罗斯直升机在接近无人艇时保持更远的距离，这无疑增加了俄罗斯空中力量的作战难度。乌克兰不仅在战术上灵活应对，还展现了其在面对新型战争手段时的快速适应能力。无人艇和273导弹的结合，可能为乌克兰在黑海地区的战争带来新的战术优势，同时也加剧了俄罗斯对抗无人艇的困难。乌克兰军方这次成功的使用无人艇击落俄罗斯米8直升机，标志着黑海地区无人艇战术应用的一次重要突破。随着这一新战术展开，俄罗斯面临的空中压力将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在直升机作战方面。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乌克兰的无人艇可能会成为一种更加致命的武器，不仅能够威胁俄罗斯的舰艇，还能对空中目标构成严峻挑战。这一发展也再次证明，未来无人战术会对现有各类主流作战载具形成严重威胁。事实上，在无人战术上，乌克兰可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乌克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专业的无人机部队，并计划大规模部署和生产无人机。2024年，乌克兰无人机年产量已达到400万架，签订了150万架无人机的合同。乌克兰的无人机项目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乌克兰的 Brave 国防技术发展支持集群为国防项目提供了组织、信息和财政支持。美国海军近日正式采用杀人风这一代号，指代携带了5枚 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和4枚 AIM-9X 响尾蛇导弹的 F-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杀人蜂这一配置首次出现在2024年的4月到5月期间的红海地区。当时的 FA-18EF 从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号上出发，进行战斗任务。除了常规的空对空武器外，这些战机还装备了 AN/ASQ-228 先进目标前视红外吊舱和中央480加仑的燃油箱。这一配置随后被观测到在其他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超级大黄蜂上使用。杀人蜂是 FA-18的一种特殊改装配置，使其能够在机翼外侧的2号和10号吊架上携带 AIM-9X。此前呢，这些战机只能将最新一代的响尾蛇导弹挂在机翼尖端。根据战区爆料，这种特殊的改装是应对紧急作战需求的结果，特别是在也门地区对抗胡塞武装使用的神风无人机。此改装使超级大黄蜂能够携带更多导弹，提高了其对抗敌方空中威胁的能力。杀人蜂配置不仅使超级大黄蜂战机具备了更强的空对空能力，还增强了其在复杂空域的作战灵活性。红外吊舱对于目标的精确识别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夜间作战中，其红外和电视传感器能够和雷达系统协同工作，提供多层次的综合目标锁定能力。除此之外呢，红外吊舱还能在非交战情况下收集空中目标的情况。虽然杀人蜂配置在两侧吊架上留有2个空位，但没有携带额外的燃料箱或者其他装备，有助于保持战机的速度和机动性。然而，缺少额外的油箱也意味着战机的续航和在目标区域的停留时间有所缩短，使得这一配置尤其适合在靠近航母战斗群的区域进行空中防卫和舰队防御任务。此外，未来杀人蜂配置中的中央燃油箱可能会被一种集成了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的箱体所取代，进一步提升超级大黄蜂战机在探测和追踪隐形目标方面的能力。与其他军种战机相比，超级大黄蜂的杀人蜂配置提供了更高的弹药储备，使得战机能够应对日益增长的无人机威胁。尤其是随着现代作战中无人机应用的不断增加，与空军的 F-15EX 战机类似，超级大黄蜂的配置也旨在通过增加导弹数量来提升战斗力。杀人蜂这一配置不仅标志着美军、海军在空对空作战领域的创新，还显示了其快速适应现代作战需求的能力。超级大黄蜂作为美军航母战斗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将在红海、东地中海和其他地区继续发挥关键作用。2025年1月4号，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造船厂正式启动了首艘国产航母的建造，这标志着该国海军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项目与土耳其自研潜艇 Milidon 和 TF-2000 驱逐舰计划一起推进。这艘航母的规格相当引人注目，船长285米，宽度72米，排水量为6万吨，属于中型航母，类似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航母动力系统将配备4台通用电气的 LM2500 燃气轮机，预计航母最高航速可达25节，巡航速度下航程为1万海里。航母采用了3条飞行跑道的配置，包括2条供降落使用的跑道和1条供起飞使用的跑道。这一设计为飞行甲板操作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航母的航空设施设计旨在容纳约50架飞机，包括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平台。飞行甲板上将配备20架战斗机，机库内侧则容纳30架。这一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作战需求。此外，航母计划配备国内自主研发的弹射器系统，取代最初的模块化斜坡设计，彰显了土耳其在技术自主性上的雄心。航母的防御能力也相当强大，装备有32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4个近程防空武器系统以及7个25毫米 STOP 遥控武器系统。这种层次分明的防御方案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威胁，从传统的空中攻击到现在的不对称威胁，比如无人机系统。该航母项目的启动标志着土耳其作为区域海军强国的崛起，完全由国内自主研发的航母建设计划凸显了土耳其在国防工业能力和技术自给自足方面不断进步。这一海军扩展计划将增强土耳其在其海上边界之外投射力量的能力，并在地区安全格局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尽管目前土耳其正在研究航母用的 KAAN 战斗机海军版本，但这一计划仍处在初步阶段。
然而，这一举措表明土耳其致力于长期发展全面的海军航空能力。航空母舰项目不仅是军事资产的提升，还象征着土耳其在海军防务领域日益增长的海洋雄心和技术实力。随着这一航母项目的逐步推进，土耳其无疑将在未来的地中海乃至更广阔的地区海军力量格局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